俗话说得好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人这一辈子就跟草木过一秋似的，你在年轻时流的汗，中年时攒下了见识和智慧，到老了总会以各种方式显示出来。很多人常常会想，自己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？是儿孙满堂，享清福，还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过？其实命运也不是完全看不透的。老话说，相由心生，真不是瞎说的。你经历的事，你的心态，你的为人，都会慢慢的在脸上留下痕迹。今天不讲什么玄乎的命理，就来聊一点实在的。你以后的日子过得顺不顺，说不定从脸上这3个地方就能瞧出一点眉目来。下巴圆润，没什么棱角，自带着一股富贵的气质。要是下巴饱满有肉，形状周正，老话就说这是地格方圆，典型的福相。俗话说，下巴兜兜，晚年无忧，意思就是下巴圆圆乎乎的，肉乎乎的，到老了日子就比较安稳，不操心。其实你看，下巴有尖的，有圆的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往前凸的，有往后缩的。但凡是看着有福气的，命好的，多数都是那种饱满丰润的。还有句老话说，天庭饱满吃官饭，地格方圆长大权。说白了，额头饱满，下巴圆实的人，往往更有底气和福气。一个圆润的流畅，有点肉感的下巴，不带着尖角，不显突出，才算的是真正的福气脸。为什么有些女人一眼看上去就很有贵气？关键是就在这个下巴上。有福气的女人，下颚位置刚刚好，下巴微微的翘一点，既端庄又温柔，看着比较踏实。特别是有包容感的，真正有福气的脸，从来不会过分的追求那种网红款的精致，比如下巴比较尖、太窄的，反而会显得人刻薄，不够稳重，而且少了一点支撑力，整个脸看起来不够协调。圆润的下巴才能够撑得起晚年的安稳和幸福。2.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最能够看透了人心的地方。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这话真的不假。一个人善不善良，聪不聪明，经过了什么，心情怎么样，其实在眼神里都能够瞧出一点端倪。眼睛不光是用来看世界的，更是心理想法的镜子。到老了之后，钱多钱少当然有影响，但是真正决定过得快不快乐的，往往是内心平而不静，或不开达。那些眼神清澈、温和又有神的人，一般心里都比较敞亮，心地比较好，心态比较稳。虽然经历了不少的事情，但是对生活有热情。他们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，也享受过特别的美好时光，但是对生活依然有热情。他们也就享受个美好的过程，不是年轻人那股冲劲儿，而是岁月磨出来的智慧，是对生活的理解和包容。这样的人，就算日子过得比较普通，也能够找到乐子，得之知足，容易发现生活里的美，跟人相处比较舒服。他们的晚年，心里是亮堂的，眼里是那份光，是经历了沉淀下来的明白，是看懂人心的善意，更能该老了之后照亮自己内心的安宁和踏实。3. 耳垂厚。在面相学的传统观念中，耳垂厚、宽厚常被附作一些的富贵吉祥的标志，象征着此人天生的福气厚重，后运一些的顺逆。耳垂饱满之人，往往拥有了与生俱来的良好福报，内心豁达开朗，性格积极乐观，便使身处了寂静能够从容的应对，以平时心态迎接人生的起伏波澜。这类人在青年时期
或许并没有显露出来耀眼的成就，未必大富大贵，未必会飞黄腾达，但他们的善良积累了经验，沉得住气，懂得在沉默中蓄力，在平凡中打磨智慧与一些的后性。随着岁月的流转，步入了中年，他们的运势如春水初长，渐渐地迎来了人生的黄金阶段，财富之门徐徐开启，财运悄然攀升。特别是在中年之际，凭借多年积攒的一些广善良缘，还有的是人际广络，以及一贯的秉直的踏实肯干、稳重务实的处风作风，使一些的周行顺水，步步高升，蒸蒸日上，财源细水长流，句句成了成河。不仅我们的财源稳定，天意具有一些破别，到了晚年更是福寿双全，家宅安宁，生活富足没有忧，儿孙满堂，享尽了天伦之乐，真正实现了后在成物，晚年丰盈的一个人生的图景。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人，穿着比较简单，却让人感觉到比较舒服，很温暖。也有一些人穿得再贵再光鲜，还是让人觉得有距离感。其实真正的福气从来不是穿得有多体面，而藏在我们的眉眼间的那一份善意，举手投足的从容，还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。老话说善在脸，福忌腰，也不是什么迷信，说白了就是一个人活得自在舒心的状态，自然就够流露出来。过了60多年，见了很多的人，看了很多的脸，才真正的明白，有福气其实是修来的，是每一天一点一点选择的结果。那些真正过得好的有福气的贵人，身上通常藏着这么几个特点的。所以呢，不是靠命，全靠我们自己该怎么去活。比如一个人的眉眼舒展，说话自然带着一点温度。面相里讲，眉毛叫做保寿官，眼睛是监察官。眉目柔和放松的人，一般心胸也比较开阔，他们的眼神比较清亮，不慌也不忙，说话温温和和，不急也不躁。跟他们聊天，心里踏实暖和，遇到了难题也能够被安抚。反过来，那些整天皱着眉头，眼神锋利的人，多半是心里装的事情比较多，或者太计较，哪怕有钱也藏不住那一股的劲酒。老话讲，心宽一寸，路宽一丈，脸上的舒展其实就是心里过得舒服。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晚年的路其实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。聊了这么多，额头上的干不干净，眼神亮不亮，下巴饱不饱满，这些外在的面相真的能够决定我们的老了以后的命运吗？其实所谓的相由心生，逆境心转，脸上这些特征象征着我们的过去习惯、心态、品德、智慧交汇出来的一张成绩单。它们是结果，不是起因，是反应，不是主宰。一个人的额头也许没那么饱满，但是他后天的努力、坚持不懈，增长了见识，晚年照样能够活得有分量、有价值。所以呢，日常生活中，与其天天照镜子琢磨自己的额头、眼睛，猜一下自己什么命运，不如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过好现在，用心的去生活，认真的提高自己，提升自己，养一颗善良的心、平慧的心，用实实在在的努力去创造价值，去和别人建立真诚的关系。真正的晚年是怎么度过的？我们要好好的走过我们的幸福晚年。我们会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你想在这张脸上老了以后之后有一个美好的故事，是不是？其实是从容还是遗憾，这是我们真正该想的问题。与其与老天猜一猜，去想一想，不如好好的修养自己的心。晚年其实掌握在我们的自己手里。家人们，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？老话说得好，地隔风子孙兴，地隔亏子孙息。
意思是说，下巴饱满的人，儿女缘分旺，家庭热闹；下巴偏短或者是后缩的人，可能孩子就比较少一点。如果你的下巴属于这上面几种的，那恭喜你，像是被老天悄悄地盖上了儿女有福的盖章。就算现在还没有迎来子女缘，不要着急，好运在后面呢。我们呢，给大家说一句心里话，看人先看额，无需莫交心，下颚生得齐，子孙穿龙衣。意思是说，下巴有型的人不仅靠得住，将来子孙可能会出人头地。我们快来看一下照镜子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下巴吧，说不定福气早就在我们身上了，早就在我们脸上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有关我们的面相的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再见。